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来到我这个边走边聊的节目。我发现我这是有问题，所以大叔我也喜欢这样弄来弄去啊。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我现在脑子里还在纠结，因为我有2个话题想聊，让我在脑子里扔一个骰子，啪，好了，这个吧。就是其实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在学习中文中啊，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很多人说老师，你有完没完啊？怎么反反复复都是这个啊？因为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反反复复的从非常多的角度去不断的去剖析，不断去说，因为从每一个角度能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能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应该把这个中文完全吃透了，我们才能学好，对不对？而且学习中文，它就是学习一样东西嘛。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搞懂，我们只是随波逐流啊，做到哪算哪，学到哪算哪，对不对？那样的话，可能你永远没法学好真正的中文，而且你的中文永远会欠那么一点点，差那么一点点火候啊。好了，今天咱们继续说啊，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是真的希望，就是我在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有些人像我，就是告诉过我这么一个事情，这样的话真的对我而言是事半功倍的。因为我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不断的做视频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我在不断总结，就学习方法、学习的理论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和大家分享，绕了这么一大圈，咱们赶紧回来啊！就学习中文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呀？我觉得有一点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否真正的想要。这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应该深有体会啊。就比如说我这个频道的视频，比如说我是2-3年前开始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底下的这些观众，肯定和现在这一波观众不是完全重合的，甚至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我可以断定，就是其中的很多观众他已经放弃学习中文了，中文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不值得再花时间精力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很多人说老师不至于吧？至于。为什么我这么笃定呢？因为其实说实话，学习中文它可能出发点有2个，一个是为了比较实际的目的，工作学习，我把它归为比较怎么说是比较功利性的这么一个方面。功利有错吗？没有错，当然没有错了。功利是你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我们有一个其实比较具体的目标去做这么一个事情，对不对？然后你达到了，比如说你之前为了考 HSK 的这个考试，对不对？为了得到一个工作等等，你去学中文，好了，你考试通过了，好了，你得到工作了，那么其实是不是可以放下了呢？对不对？你得到了当下那一个阶段的这么一个目标，你实现了这么一个目标，好了，你可以安心了，对不对？所以这一部分人，我觉得他就流失了。对，我不能说他自己流失了，他已经作为我的观众而言，他已经流失了，他不在现在我在做这波视频的底下留言了，也不会作为一个观众而存在了。另外，有些人学中文就纯粹只是为了学中文啊，一时兴起，或者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或者因为某些契机，他的这个原因不是功利的，是非功利的。那这一波人是不是更能持久呢？
非也，一样不能持久。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人这个热情，它就像一把火一样，火是怎么燃烧起来了？当然，很多人打火机点一下，对，打火机点之后，你能一直保持这个姿势，让它火苗一直在那窜吗？不可能，对不对？你需要往里加柴火呀，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柴火非常重要。但是柴火总有用完的时候吧，对不对？你不可能源源不断都有柴火供你去用呀，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热情其实或早或晚都会消散，都会消灭于无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中文学着学着他已经放弃了，他已经不在我这个底下了，或者他就算在底下他没有留言他也不在底下我是这样去断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个样子。我和大家说过其实不少这种东西，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其实我也学过别的语言，我也放弃了。我就和大家直说吧，因为我的热情消散了，我的需求消散了，没有这种感觉了，没有这种非常想要的非常迫切的感觉了。对，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的一个点，想要。对，而且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儿子我儿子长大以后要是看到视频里头老会出现他作为一个例子，他可能会很不爽，但是他确实是我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么一个人物，对不对？所以他身上一些东西很容易变成我的一个例子去举出来，因为我的生活方面是比较窄的嘛，成天在家里。但是说实话，就是因为他是刚好是一个在成长中的这么一个人，他学习也是这么一个成长过程，所以其实特别适合去作为一个例子。因为我相信所有东西，所有你要学习的东西，它在底层都是相通的，包括这个热情，包括你这个想要的这种感觉。就我发现其实我儿子就包括儿子他怎么说呢，最近这个对魔方这个热情就消减了。我之前和朋友们说过，就是我儿子有一段时间特别沉迷于魔方就那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发现魔方特别有意思，沉迷于那种就是不断的就是越拧越快那种感觉。一开始几分钟才能拧完一个魔方，不断的进阶到最后几十秒，对不对？但这个学期开始我就发现了他对魔方这个热情完全消解了。但首先可能要找一些外部的原因的话，当然也很好找就比如说现在课业越来越重了，作业越来越多了，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好好的拧魔方了。虽然一个星期吧，就可能会去这个魔方老师那里学，就跟着老师上一节课，老师会纠正他，我也跟着他，就我送他去魔方老师那里，然后我就发现大部分时候老师都是在纠错，因为他好像，因为他怎么说呢，就是他在私底下真正去做，去提高自己，去练习的时间几乎已经没有了。像一开始的时候，他才接触魔方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时候，他几乎魔方不离手的。就是我们当时去广东那边，就去年吧，过年的时候，想不到匆匆就1年了，对对，过年的时候，他当时是魔方一直拿在手里头，当时还给那个大厅的一个引导员说：“你看我这个魔方，我儿子是这么一种人呢，就是很喜欢给别人直接说，你看我这个魔方拧的怎么样啊？他应该是个艺人对。然后还给别人展示然后那个引导员还说，我也会一点点，我给你弄一下，你还原然后还原出来之后也还挺快的对，他毕竟学过一阵子，而且那个时候是真的是靠自
在网上找视频，就像你们学习中文一样，在网上找视频啊。我今天可能这个视频啊聊不了太久了，因为我发现我这个相机马上没电了，天哪，真的马上就要断电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个短的吧，就聊到这里啊。就想和大家说一下，其实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想要呀，你想要得到呀。你真的完全不想要这个东西，你的热情消散了，你是完全不可能学好的。对，所以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中文这个热情应该怎样维持住。它可能需要一个抓手。对，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象一个画面，在一个大海上啊，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你是一艘小船，对不对？但是你需要把自己绑在一个什么地方上面。假如你不把自己绑在一个东西上面，不管绑你这个东西这个绳子它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都不是特别重要。就是你要不把自己绑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你就会在这片茫茫大海上进行毫无目的的漫游漂流，然后最终不知道去哪里。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你想要一个东西，你需要一个抓手，需要一个绳子把自己绑住，然后你离这个东西不要太远了，可以若即若离啊，忽远忽近，但是不要完全离开它。假如你有一天觉得就是说，哎呀，好累啊，没有那么有意思了，我先放一放吧，过一阵子我再好好努力，应该还可以吧。不要存这种侥幸的心理，一旦你放下了，再重新捡起来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心里又有别的想要的东西了，那么你这个东西就是中文这个东西可能会变成你一个永远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既然你现在这个热情还维持在这里，那么就投入更多精力时间，对不对？然后找到一个抓手，一根绳子把你往中文这个事情上把你绑起来，不要离太远了。这个东西可以是你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看电视剧，有些人喜欢看这个小说，对不对？有些人就喜欢看视频，对不对？都可以把自己绑在这个上面，别让自己飘远了，变成大海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啊，那是非常痛苦的。我现在在看自己这个时间到底够不够。现在呢还能再聊一会儿啊，没有马上关机啊。假如突然之间关机了，就代表哎呀，我这句话没说完啊，也可以啊。所以我提前和大家说一声啊再见，但是让我继续再说一下吧。我感觉还有一点时间啊。最近可冷了，真的可冷了啊！而且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所以下期就是新年的那一期节目了。那个时候我人已经在老家过新年了，对不对？今年过年要回去，所以其实我可以觉得啊，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啊，新的一年开始了；对于你们而言，可能新的一年早就开始了，对不对？但假如是以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新的一年快开始了，在新的一年里头，我觉得我们总是要做一些计划，有一些想法，订立一些目标的，对不对？那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假如你觉得自己中文的水平还在这个中级上面浮动啊，没有上去，那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啊，真的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融入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对，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抓手，非常牢固的抓手，让你和中文学习牢牢的绑定在一起，不要让自己飘远飘走了。对，我觉得那样就很可惜啊。因为我做视频可能会一直做，但是你应该未必会永远在我底下留言，对不对？我希望我能
更长久的看到诸位，就是等到那个时间终于来临了，就是你已经就是基础已经打得很好了，准备往高级冲刺的时候，就是或者说已经达到高级之后，那个时候我会很开心的和大家道别，对。但是在那之前，我希望在底下能更长的看到你们，对，看到你们，感受到你们，哪怕你可能是点个赞或留个言啊，或者是默默的看完，我可能都能感受到你们的存在。所以在那之前，你哪怕就说，哎呀，我当时答应一个网上的中文老师啊，他甚至没有真正的教过一节私教课，但是我把他当做一个老师，他对我有一个期许，他对我有一个要求，他希望我不要那么快放弃。那么在新的一年里头，我把这个列入我的这个新年的目标里头，对，我好好坚持一下吧。好的，我发现我这个电池已经变红了，应该马上就没电了，想不到还坚持了这么久啊，我感谢他啊。好的，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新的一年再见了。